你好，油管今天通过它的官方博客跟大家通报了油管搜索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里面的一些重大的功能更新。那么我把今天这一篇文章的重点给大家拎出来，有一些东西跟我们做内容的人有相当大的关系，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好，大家看，第一个是手机 YouTube 的 APP， 我们在手机上来看油管视频的这个 APP 增加了视频的预览功能啊，这个功能不新鲜啊，原来呢在手机上没有，在电脑上面有。大家看，这是电脑的YouTube 的这个页面，鼠标放到上面的时候，它开始播放，这就是个视频预览这个功能，这个也是，但这个视频没有啊，这个视频也没有。那并不是所有的都有这个预览功能，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有的呢是它没有足够的信息，那它就不提供这个预览，有的呢它并没有处理到这样一个内容，那么它也没有预览，那背后的准确的原因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提供的信息越多，这个预览的功能它就出现的机会就越大。什么叫提供的信息越多呢？正常情况下，你把鼠标放到上面，它是从头开始播放因为它不知道你这视频后面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这是一个电影的完整的这个版本，1个多小时。你看我鼠标放上去的时候，显然不是这个视频最开始的那几秒，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你看你一放上去，应该几乎就是开头的那几秒。你在手机上面如果去看的话，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开始播放，它不会往前跳。那因为你没有对这个视频提供足够多的这个信息。那什么叫做足够多的信息？打个比方，如果你给你的视频添加了章节我们讲视频章节，我就告诉你1分30秒是讲什么的，2分05秒讲的是什么的，然后3分08秒讲的是什么，这叫视频章节。那有了这个视频章节，那就非常清楚整个这个视频是关于什么内容，然后准确的时间戳都有。那么就相当于我们给了 YouTube 我整个这个视频的一个目录或者是提纲。那么当那个时候我把鼠标往上放的时候，它就非常容易的可能是把那几个视频章节附近的那些视频的片段放给你看，那么你很快就知道整个的这个视频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样。那么他在这个博客文章里头，他举了这个例子，就是讲如果是你是学做菜的，那就第1步、第2步、第3步、第4步，那么也可能你只对第4步感兴趣，那就你很快就可以直接跳到第4步去看它那个。所以讲视频章节非常重要。那视频章节我们可以看到，在谷歌搜索里头，注意谷歌搜索不是 YouTube 搜索，谷歌搜索里头会返回视频的结果，大家看到了，这里头已经出现了视频章节。所以你搜索某一个关键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一个视频里面是32分钟，然后它分成了这么多章节，你在这个结果里头可以直接点击它，跳到14分07秒去看这一段的这个视频。那这就是我讲的，你提供足够多的信息，能够帮助它进行预览，快速的预览，也可以帮助快速的定位。那好，这是第一个视频预览的功能我的这个 APP 里头已经看见了这个预览，但是我今天看了好多例子，基本上都是从头看到尾，还没有看见出现视频章节这个情况。那下一步他就告诉你，这个搜索的结果，我们刚才看见的在手机上面的，在电脑上面的这个搜索结果，将来也会出现在手机上这个样子。好，大家记住，电脑上搜索的结果会出现在手机上。第二个，油管的搜索结果会包含自动翻译的视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我跟你讲解一下子，注意是你搜索是用中文来搜索，但是呢，它可能会包含英文的视频，不过它已经给你翻译好了。这属于什么情况？他在这个文章里头他讲，比如说一种少数民族的语言，他来搜索，因为油管支持大概70、80种这个语言，你搜索那个语种里头，搜索比如说量子力学，那他那种语言里头几乎没有人讲量子力学，那英语里头讲量子力学的很多，那这个时候他搜索结果直接就会在你本来搜索那个语言里头没有足够多的信息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会自动翻译这些视频给到罗列在你这个视频的这个搜索的结果里面。那它不是简单的把它放在底下，它会给你自动翻译好里面的字幕，翻译好标题，
翻译整个的说明区。所以这一点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啊。以前我们讲要做多语言的，我得提供多语言语种的标题这个说明等等这些东西我还要翻译，就人工翻译这个字幕，对吧？现在搜索它帮你做这个事情。如果我打个比方讲，一种非常非常小的这种语种，它来搜索的时候，发现它那个内容在它的本语种里头没有，全部都是要么是英语的，要么是中文的。好，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个英文和中文都带有原始的字母的话，那你不用翻译成它那个语种，比如说这个搜索的这个阿拉伯语的，它搜索某一个关键字，那跟中国文化有关，但是呢，它阿拉伯语的又没有这样的内容，那可能会有大量的中文的这个视频。油管在搜索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给你翻译好了以后，然后以阿拉伯语的这种形式列在这个搜索的结果里头注意，这个不是选兵夺主，如果它阿拉伯语搜的有的结果还是会排在前面，只是当它这个搜索返回的结果内容不够的时候，它会去其他的语种里头去挑一些好的视频，然后把它翻译好，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搜索结果里头。你可能讲，哇，这个过程好复杂我要提前翻译好，这个工作量多大？这个你知道现在油管它本身就有自动翻译的这个功能，对吧？所以它这种翻译的话，对于它来讲是一个很轻量级的工作，就相当于是我们讲点击一个视频的时候插播一个广告那么简单。因为这全都是文字部分，文字是很轻量的这样的处理，不会是像视频解析那么复杂，所以它不见得，我认为它不见得要存好多个版本在那个地方，然后你搜索的时候它就返回这个版本，它完全可以在你就是搜索那一下子动态生成这个页面，然后就显示在你这个搜索的结果里面。好，这个功能非常之强大，意味着你的视频可能会出现别的有语种的人来看完以后，你会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我的一个中文的视频底下出来了很多阿拉伯语的留言？因为他看到的是阿拉伯语的标题，看到的是阿拉伯语的说明，看到的阿拉伯语的字幕，全都是使用自动翻译这样功能的。然后对于他来讲，当然你说话还是说的是中文，最后他留言是留言的阿拉伯语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当然这个功能从最开始肯定会别别扭扭，然后过一段时间会优化以后，将来从长远来讲可能会比较好，能够使得跨语种的这样一个触达的这个比例会提高。好，接下来一个是油管的搜索结果里头可能会包含网页和网站注意我刚才提醒你讲，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是这个谷歌搜索的这个结果跑到油管里头来，现在呢这个油管的搜索结果里头可能会包含谷歌搜索的结果也就是说我搜索一个东西它不见得是只是返回视频。那谷歌的这个油管的这个逻辑是什么？你搜索这个东西太新，或者是讲没有多少人做这个方面的这个内容，然后或者视频的质量都不咋地，但是呢有很多网页、博客、文章、书籍这些东西会就是说内容的质量远远高于现有的视频库存视频的这些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把网站这些东西放在里头，不会局限于只让你看见视频。那这个隐含的意义是什么？谷歌的搜索和油管的搜索在整合。我们刚才看见的第一个视频的这个章节出现在谷歌搜索里面，那这个地方又看到了谷歌的搜索出现在油管的结果里，所以这两个是完全整合。当然很显然谷歌搜索和油管搜索都属于谷歌公司的一个东西，它只不过把后台数据打通。那个油管的视频的这个搜索结果老早的出现在这个谷歌的这个搜索结果里面，对吧？我们在搜索里头都能看见视频，并且有一段时间最开始把这个视频结果放到这个谷歌的搜索里头放的都是最前面，最开始纯文本的，后来出现了这个照片，然后搜索结果里头把照片放到最前面，然后出现了好多视频，他把视频又放在最前面。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看到的结果并不是把这个视频放在最前面，你看这个视频在这个地方前面还有好多这个博客，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他认为文章、博客、网站和视频和照片排序起来他认为这个视频质量还没有这些博客来得更高，所以视频它不像这个几年以前那样子
有极大的权重，因为它要推广它的油管这样一个网站或者是这样一个 APP， 那个时候它就你一搜索在谷歌里头，它就尽可能给你视频，因为给 YouTube 引流嘛。那现在看来已经过了这样一个瓶颈期，它现在的趋势很明显，它要用谷歌搜索和油管搜索进行整合，这两个东西它在后台上要打通。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意义蛮大的，意味着如果是你要是优质的这个内容，我们做视频会有很多来自于搜索的这个流量啊。反过来，你有很好的这个图文或者是网站的内容，它会直接入侵这个油管的搜索结果，它会排的可能比视频还更前面在上面。当然，开个玩笑讲，你再怎么往上排，最顶上的是什么？是广告，排完广告以后才会排这些东西。所以这个趋势非常明显，整合。那么这一篇整个的这个博文重点，我们可以做的是做高质量的视频，给我们的视频尽可能的加字幕，然后呢加章节，我尽可能提供给你这样一些信息，那么能够给我这个搜索排名往前走。第二个就是谷歌和油管的这种整合，使得我们不一定非得要就是网站或者是网页或者是这个视频这种形式上面过度的这个偏废。如果你一直是做网站的，你不一定要认为网站的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不一定。这种结合其实视频只是内容的形式之一。那谁讲网页里头不能集成视频呢？或者视频里头不能这个做我们这个图文或者是网站的内容以视频的形式做出来？所以这两个东西都在本质上，它是一个知识，它是一个内容，它是一个信息，对吧？所以不见得要非得要讲我是专攻油管或者我专攻谷歌，其实它到后面两个是同一个东西。那我相信有些优质的内容，可能很多的这个流量会来自于谷歌的搜索反过来，另外一些这个你视频要是做得好，观看完成度很高，然后呢又是包含了热点的这样一个搜索的趋势的关键字的话，那你这个视频也会在你的谷歌的搜索的这个页面里头会排位很高。因为谷歌在这个搜索里头更多的话，意味着从搜索流量来的会很多，反过来它也会使得你在油管的整个视频的搜索排名也会快速的上升，使得你在油管这个系统里头会得到更多的这个推荐量所以这个是整个的，我觉得下面整个的油管和谷歌这样一个平台在搜索上面整合给我们一些新的方向。所以今天这个博客，如果你能够读懂英文的话，建议你去看看这个博客的原文，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好的，这就是今天这个油管更新的报告，谢谢。